嘿，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之前呢，我一直在研究去亚洲退休，降低生活成本，应该搬去哪儿。这个频道已经聊过台湾和日本这两个地方了。今天这集呢，我想做一个稍微综合一点的，切入角是投资房地产。咱们频道的长期观众都知道，我在美国有几套投资房，最近几年一直想要把美国的几个投资房出手，然后把卖出去的钱转移一部分去亚洲投资。所以今天这集咱们的主题就是，如果你有50万到80万美元，想要拿去亚洲投资，找一个比较可靠投资的地方，最好还能给你一个长期身份。那亚洲到底哪个国家更合适？我打算讲6个国家，会是从房价最低的聊到房价最高的。我们会看几个层面哈，比如房地产的价钱、回报率、租金、空置率。房价的趋势，还有如果想卖的话，有多么容易卖出去，通常卖出去的时间有多久。除了房子以外，我还会 touch 到在这几个国家身份是怎么申请，买房会不会对身份有帮助，或者完全没有关系。这集又是信息满满，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财务自由、早日退休、搬去不同的地方旅居生活有兴趣，那就一起看下去吧。OK，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菲律宾。本来菲律宾不是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但是我老公喜欢，他觉得菲律宾是世界上一个特别适合潜水的地方，which is one of his favorite things to do。所以我就顺带调查了一下，会比较简短的带过。咱们先看投资门槛，菲律宾投资一个房产大概5万到1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小公寓 （studio or one bedroom apartment）。那边的第一大城市就是它的首都，which is Manila。所以我们说的5万到10万美元，就是在 Manila 的 Makati 买一个小的 studio，或者是在市中心外围，比如说 Pasig 或者是 Quezon City，可以买到大一点的新房子或者是预售屋。studio 的面积大概是22到30平方米，如果买一个 one bedroom，大概是30到45平方米，也就是330到500 square feet 左右。同样的价钱，在菲律宾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也就是西部和 Davao，可以买到更大一点的房子，45到65平米，也就是500到650 square feet。在菲律宾投资房地产，现在的新城屋或者是那种预售屋最常见，因为开发商主要是以外国投资客为目标，外国国籍的买家去菲律宾买那个预售屋非常非常多，因为付款方式分期灵活，而且房子都是装修好的，适合收房租或者是长期投资。二手房的话，在菲律宾大概是10年到20年的，那个公共设施或者维护状况就很不一样了。总体来讲，在菲律宾的这几个城市投资，大部分都是短租，年化收益率大概是5%到7%。菲律宾的税率和持有成本相对比较低，因为它没有房产税，只需要交地方的物业税和管理费就行了。在菲律宾拿身份的方式，我查到的是一个叫做 SRRV，就是退休签证，它尤其适合50岁以上的人去申请。申请者需要满足存款和养老金证明的要求就行了。存款的要求是1500到2万美元之间，具体的话取决于养老金的情况和申请类别。这个 SRRV 签证允许长期居留在菲律宾，适合很多退休人士。在菲律宾投资或者住，优点就是 English is pretty common，在那边就是说英语很正常，生活成本低，签证也容易。缺点就是治安问题，包括房屋的流动性也没有很高，还是得挑到好的开发商建的房子。如果预算很有限，可以考虑菲律宾。第二个我要聊的国家就是泰国。其实以前我聊日本和台湾的时候，就有很多观众在留言说，为什么不考虑泰国和马来西亚？这期我们都会聊到哈。泰国的投资门槛大概是30到60万美元，就可以在曼谷、清迈或者是帕提亚买一个比较好的公寓。在泰国买公寓其实是有一个 foreign people quota，就是一个公寓大楼，它有49%是可以卖给外籍人士的，剩下的 quota 是卖给本地人的，价钱也会有些不同。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个公寓，但是它的 foreign quota 已经满了，那你就得等有一个外国人把他的房子卖了，你才能买入。一会儿我会给你们看看我找的几个房子，我很有兴趣。曼谷是泰国的首都嘛，据2023年的数据，大概人口是1000多万人，占整
个泰国的人口的15%左右。如果加上 Greater Bangkok Area，就是它的周边，那个人口可以多到1500到1600万人，大概60万都是外国籍的人。最近10年，曼谷的人口总量在缓慢成长吧，或者是比较稳定，人口的密度很高，所以有点拥挤。但是年轻人，尤其是外籍的 nomadic people，每年去玩的大概有85万的游民。比起曼谷，清迈就更适合比较慢生活的创造者。它的环境文艺清幽，房子大部分可以买到带一个院子，有太阳啊，或者是甚至有个游泳池。如果喜欢海景，然后做短租收租的话，那帕提亚是一个很热门的选择，尤其是在 Wangamat 海滩。30万的美元可以买到2房的有海景的房子，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8%以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曼谷我有兴趣买的房子，它是一个 3 bedroom， 它的价钱是41万6，面积是90 square meter， 在35楼，应该是个高层。它是2024年建好的房子，看着超级漂亮。这个公寓的楼顶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被 amaze 到了，我觉得40多万买这个还行，但是我又去看了一下 Google Map，type in 这个 address， 然后看一下 surrounding， 我就觉得非常拥挤，生活环境有点落后。清迈的房子就让我觉得 amazing 了很多 ，you get way more for your bucks。比如这个3房的房子，它是292 square meter， 它还有自己的 private swimming pool。帕塔亚的房子比清迈稍微贵了一点，它40多万，房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它这个全新的 condo 在44楼，也有自己的一个小 swimming pool。你别看人家是高层里面的一层，也能搞出一个 swimming pool。我觉得跟我们美国住的房子很不一样，很有新鲜感。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如果想在泰国常住，有什么移民政策。我查到这个叫 Thailand Privilege Visa， 这个以前叫做 Thailand Elite Visa， 泰国精英签证。它是像会员制一样不同等级的，但是其实跟买房子没有强烈挂钩，就是说你不需要非得买个房子，因为拥有这个 visa 的办法是，比如说你最低等级是个 bronze， 它有效期是5年的签证，付一个会员费，然后这个 bronze level 的会员费大约是18000美元，也就是65万的泰币。每一个 level 都有一个权益点数，这个权益点数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性，一会儿我会更深入的聊一点。bronze level 再上一层就是 Gold Level， 这个 Visa 也是5年，跟 Bronze Level 不同的是，你需要花更多的钱，也就是90万泰币，25000美元，你会拿到一个权益点数是20 points per year。Gold Level 上面就是 Platinum Level 了，这个你可以拿到10年的 Visa， 你要花1.5个 million 的泰元，也就是4万左右的美元。Platinum Level 你可以每年拿到的权益点数是35 point， 35个点数。最高的2个 Level 是 Diamond 和 Reserve。Diamond 是15年的签证，这个 cost 大概是7万美元，那每年可以拿55个 points。Reserve 也就是最高的一个 level， 这个可以拿到20年的签证，它的 cost 也很高，大概是14万美元，但是你每年可以拿到120个 points。这个 points 它的服务亮点是什么呢？你的 points 越高，你就可以享受以下我说的更多的这些服务，比如说 VIP 服务、机场贵宾通道、专车接送、快速移民处理。如果你是高级会员，你可以用积分进入一些景区、SPA、高尔夫，还有附加的福利，协助你开什么泰国账户啊，或者申请驾照啊。这个 Privilege Visa 更倾向于有这种贵宾服务的感觉当然你这个 Visa 在泰国是不可以工作的，然后根据你想要多少 points 还要待多久，你会需要付不同的钱。Basically 你是在买在泰国生活的权利和时间。在泰国投资的优点是生活舒适，旅游产业强，房价相对便宜。缺点是它的土地只能租不能买，你不能拥有一个土地。如果你想拿 PR 或者是泰国国籍，其实是不容易的。泰国投资生活的人群是想要在泰国常住，但是不需要拿泰国国籍的人群。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视频的第3个国家，东南亚买房哪里最舒服？马来西亚可以算是首选了。吉隆坡投资生活便利，交通好。槟城有点像亚洲版的夏威夷，空气好，有中文环境，还有很多台湾人啊、香港人都搬去那边退休住。投资门槛大概是25万到50万美元，可以在吉隆坡或者是槟城买到比较好的房产。
最近我跟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聊了一下，他对于那边投资房地产的看法。他是从美国搬过去的，刚搬过去半年。其实他是以前在我的频道出现过的，就是阿棉。他搬去马来西亚以后住了这么一段时间，跟我聊下来，他觉得不适合在马来西亚投资房产，所以我就专门调查了一下，比如说如果在 Kuala Lumpur，就是吉隆坡那边的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它的空置率有20%到30%。卖出周期也很长，6到12个月。如果是豪宅会更久。吉隆坡的房子投资回报率大概是3到6%。如果你是靠近大学区或者是外派人群住的那个社区，那会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6到7%。槟城稍微好一点，它的空置率是15%到25%。假期型的物业会比较容易出租，但是它的卖出周期也是一样长，大概6到12个月。它的 return 是47% per year。我觉得6到12个月才能把这个房子卖出去，实在是有一点太久了，有点可怕。查的美国的房子，大概2024年到2025年，在这么高利率的情况下，平均房子卖出去的时间也就是50到70天而已。看完了马来西亚的这些 data， 我又回去做了一个比较 versus 我们刚刚看到泰国的那几个 data points。刚刚说泰国看的曼谷，它的空置率是15%到25%，然后它的卖出周期是3到6个月，那就快了很多啊 ，compare to 6到12个月。就算是清迈或者是 Pattaya 也会比马来西亚更快一点，大概是6到9个月可以卖出去。我调查了一下卖出周期为什么这么高，比如说曼谷和 Pattaya 这种城市，外籍买家会比较多，市场活跃，但是竞争大。如果开价太高，房子会卖得很慢。清迈和槟城它是自住需求比较高，成交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 negotiation room 会比较小。总体来讲，马来西亚的房子会不会涨，好不好脱手？我觉得其实是要跟台北、新北一样，就是要看时机、看地点。So if you ask me，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深入再调查一下，不敢轻易入口。但是马来西亚的身份会比较好办一些，比如说这个第二家园，英文简称 MM2H，它的申请要求是申请人需要25岁以上，固定存款。它有不同的 tier 嘛，最低的 tier 咱们就从 silver 开始说吧，就是白银。这个是需要固定存在马来西亚的银行一笔钱，大概是15万美元。白银 tier 的有效期是5年的 visa。它有一次性的参与费用是马币1000块钱，购房要求是需要买一个60万马币以上的房子。Silver 上面的一个 level 就是 Gold， 叫黄金类，它对于存款要求是要放在马来西亚50万美元，它给你的签证有效期是15年，一次性参与费用是3000块马币，需要买一个100万马币之上的房子。最高的一个 level 叫做铂金，就是 Platinum， 需要你存在马来西亚100万美元，它会给你一个20年的签证有效期，有一个一次性的参与费用就是马币20万。你的购房要求是买一个马币200万以上的房子。它要求的固定存款，申请人是可以在放在马来西亚1年后是可以拿出来50%去用的，用于购房啊、教育啊、旅游是可以的。对于购房，它也是有要求的，除了刚刚我们说的 budget 以外，购房的时间是必须要在签证批准后的1年内就得买一个房子，然后持有期限呢是必须要持有10年才可以转售。房子的类型是必须是 residential， 不能是 commercial。这个 visa 如果被 approve 是可以带同家人一起搬去马来西亚的。这个 visa 还有一些其他要求，比如说最低每年要在马来西亚住90天，要 pass 医疗检查，没有犯罪记录这些。所以 all these factor in consideration， 我本来是有非常想要考虑搬去马来西亚的，但是现在就觉得很不确定了。我们接下来讲第4个国家，就是日本。对于日本，我之前已经出了2个视频，非常细的聊了，所以我会放在这儿，稍微简短的过一下。投资门槛50万到70万美元，你可以在东京的边围，就是 suburb area， 可以买一个1户建，在大阪可以买一个整栋的小公寓楼。日本办 visa 也是比较困难的，投资房产本身是不能给你办永居的。如果用 investor visa， 比如说建立一个公司，可以做投资管理签，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办，而且有时候续签会有问题。
如果成功，然后住满5年，是可以在日本申请永居的。这些国家目前看下来，我是对日本最有兴趣的。住在那儿，包括投资，它的优点是法律安全、基础设施强、租金很稳定。缺点是 language barrier，日文是需要学的。空置率，那你一定要看你买在哪儿。比如说东京的一些热门区拿来做旅游了，或者是人家去工作那些房子，那还是能租出去的。Suburbs 就空置率的问题，在日本投资适合的人群是注重资产安全，包括愿意长期经营。比如说买一个房子做一个 Airbnb 经营，然后顺带用这个方式来办身份。咱们要看的第5个国家，也是以前我特别想搬去一个国家，就是韩国。它的投资门槛是60万到80万美元，可以在首尔买一个小型的公寓，但是它的居留政策就比较困难。目前常见的几种方式就是积分制签证，适合高学历、高收入、韩语好的人才。再来就是投资签证，这个是需要投资大概30万美元去开一个公司，并且雇佣韩国人，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日本的那个 Investor Business Visa。这个视频咱们要聊到的第6个 country 就是 Singapore， 新加坡。它放在最后也是因为房价排的是顺序最贵的那个。为什么考虑新加坡？第一个原因，它的房产比较保值。新加坡是亚洲最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之一，它的房价波动比较小，抗跌能力强，尤其是疫情以后，那边的需求一直都保持得很稳定。外国的买家虽然有很多限制在税方面，但是还是愿意在那儿买，毕竟求一个稳。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我非常考虑新加坡的原因，当做一个资产保险箱或者是一个备用身份跳板，因为它稳定、安全，法律体系透明、成熟。新加坡没有资本利得税，投资门槛比较高。首先，外国人是不可以买政府房，只能买私宅的 condo， 所以最少也需要100到150万美元。如果是美国国籍的同学，在新加坡买的第一个房子是完全免税，这个就代表你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2.5%到3.5%一年。近几年涨幅温和，平均每年涨2%到4%，不高，但是稳。找新加坡就是求稳。新加坡的房子空置率很低，租房市场活跃，房价近年来涨幅是稳定的，但是不会暴涨。如果要买房，适合买在中心的地带，一般3到6个月就可以卖出，整体转手难度不大。新加坡买房子，我觉得应该是拿到身份以后买会更值得很多。Hear me out here。就是首先，我先说一下新加坡的3种主要身份路径，适合外国人。第一就是 EP（Employment Pass），就业准证，这个适合被新加坡的公司雇佣的外籍专业人士，或者是新加坡开公司自雇的人。它的要求是月薪需要一般新加坡 dollar 5000，也就是 USD 3700以上。比如说我以前是在 TikTok 工作的，在新加坡是有公司的，所以如果我转过去，这个身份就适用于我这种人，需要有大学学历或者是相关的工作经验，雇主要为你申请这个身份，不能自己申请。签证的有效期通常是1到2年，可以续签，就是你拿到这个身份，然后1、2年以后你可以申请永居 PR。申请条件是工作需要有工作，然后稳定，收入好，还有交税的良好记录。社会融入度需要在新加坡常住，最好是有家属同行，孩子那边上学。不需要买房申请 PR， 但是买房可以加分。有了 PR 的话，就可以自由的就业。最主要的，其实我看中的就是可以买那个新加坡政府部分开放的房产，比如说 EC 类的房子，这个会比完全外国人买的那个 condo 要便宜很多。或者是加入新加坡国籍就更好了，有更便宜的房子可以买。先说怎么加入国籍，首先你得是一个 PR， 然后你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很多年。一般的满足需要是你得有 PR 最起码2到6年以上，然后在新加坡有稳定的居住和工作记录。但是有一点，你需要放弃你本来的国籍，因为新加坡 does not allow dual citizenship。
最常见的大家办身份的办法就是先拿那个 EP，就是就业的那个签证，2年以后去申请 PR，就是永居，然后在那边住满2到6年就去申请 citizenship。如果你想要加入新加坡的国籍的话，我可能会到 PR 就可能会停在那儿。但是主要原因有几个啊，就是如果拿到 PR 以后，我在新加坡买房的限制会少很多。如果是其他的外国籍的人在新加坡购买房子就要付那个税，它高到60%，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100万新币的房子，你光税就要付60万。新加坡公民买房子就更便宜了，可以买那个 HDB， 也就是新加坡政府新建的组屋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Flats， 是一个政府补贴的住宅，这部分住宅占全国的75%以上。HDB 价格会比外国人买的 condo 要便宜2倍左右，尤其是在市中心。有了新加坡身份以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benefit， 比如说贷款条件更优，税务和费用会更低，转卖房子的时候会手续比较少，未来的增值空间也算是比较合理的。在新加坡买房适合人群是不缺钱，然后重视安全和稳定投资者。我们这集已经来来去去看了6个国家了，我现在做个总结。从第1到第6，菲律宾房产预算是5万到10万美元，你可以办永居或者身份的通道是 SRRV 签证，它的门槛是最低的，适合预算有限的退休族。泰国房产预算是10万到60万美元，它有那个 Privilege 签证，其实跟购房无关，综合考虑是生活舒适，可以长期居住。马来西亚的预算是20万到50万美元，可以用 MM2H 来签证，但是它签证需要的钱还蛮多的。那边的综合建议是华人友好，适合长期签证，很灵活。日本的房产预算是30万到70万美元，可以用房子来开个公司，资产安全又稳定，但是没有很快的方式可以拿到 PR。韩国投资房产预算是50万到80万美元，如果想要去韩国，肯定是你特别喜欢韩国的文化什么的，你才想要做。最后就是新加坡，预算得是 more than 1 million USD， 100万美元以上，需要 GIP 计划，资本保值的首选。新加坡拿身份也跟房子没有什么太大直接关系，最好还是用那个 EP 的方式，就是还得工作。这集视频看下来，如果是你更想要在亚洲的哪个地方投资房子或者是长居呢？我的答案目前首选应该还是日本。新加坡我其实是有考虑的，但是得去工作，所以就再想想吧。之后我还打算研究一下，如果搬去欧洲，同样的 budget 50万到80万美元，适合在哪里投资个房子居住呢？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或者是你已经搬去了一些地方，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记得要点赞、转发、留言哦。我们下次见 ，Take care and have a nice one， 拜拜。感谢我的会员小伙伴们 Tony、Jason、Anna、Sam、张庚，谢谢你们的支持。